美国不仅给中概股制造麻烦，霸道的做派更是让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逐渐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日前，世贸组织多达127个成员联合提案，抗议美国长期阻挠 WTO 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致使其陷入3年瘫痪。提案要求立即启动法官遴选进程，尽快恢复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其中，提案方甚至包括美国铁杆盟友澳大利亚。为此，英国《卫报》还以澳大利亚和中国联手抗议美国否决上诉机构导致世贸组织阻塞为标题做了一篇报道，反映出在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站到了国际社会绝对主流的对立面。不过，美国拒不接受，也提供不出阻挠法官遴选程序的正当法律理由，以一己之私与世界形成对抗。环球时报的社评称，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体系的那头灰犀牛，它冲撞造成的破坏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势必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愤怒。这次127个成员的联合提案，虽然美国再次拒绝，但它每拒绝一次，因此付出的信誉成本和面临的道德压力都会呈指数级增加，最终将达到其承受的临界点。孤独地站在国际公益的对立面，那里很冷，就算美国皮再厚，也会不胜其寒。美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内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是将自己摆在了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对立面，也将自己摆在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众多成员的对立面。可以说呢，美方的行为是典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的这一系列霸道行为事实上已经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公害，成为危害国际经贸秩序的公害。针对美方搞脱钩断链、保护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5号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强调，事实一再说明，中美之间脱不了钩、断不了链。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寻求合作是必须而不是选择。王毅还表示，我们坚决抵制美错误对华政策，推动探索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本月23号，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时也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捅刀子。这不是合理竞争，而是无理打压；不是管控分歧，而是激化矛盾。实际上还是搞单边霸凌的老套路，这在中国过去就行不通，今后更行不通。中方将继续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美方的主观政策意图来看，未来呢，美方在对华政策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可能性仍然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美方呢，在他的主观意图上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总基调，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呢，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呢，中美之间这种客观的利益格局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只要中美之间呢能够进一步夯实这种互利的利益格局，或者说呢中国的发展对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基本的客观的利益格局没有发生改变的话，未来中美关系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6号，东部战区公布了为台岛周边联合战备警巡和打击演练的现场视频，视频多方位展现了解放军此次演习的第一视角画面。另据台湾方面消息，自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台防务部门共侦察到71架解放军军机、7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创下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活动规模的最高纪录。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当天表示，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疑似歼11战机和轰6K 轰炸机相继升空，继而水面舰艇向目标海域航渡。随后画面再度转到空中视角，远处的台湾中央山脉清晰可见。外界认为，解放军此举剑指美台军事勾连。美方近日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含有多项涉华消极条款，大肆操弄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尤其是其中包含为台提供军事融资、加速对台售武等内容。香港中评社就报道称，《纽约时报》10月份曾发表题为《美国计划将台湾变成庞大武器库》的文章，指出美国正加紧在台储备大量武器。
对照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美国正在开始落实台湾豪猪化政策。民进党当局收下美国军援，就等于交出防卫自主权。综合多家台媒的报道，台防务部门26号公布信息，自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共侦查到71架解放军军机、7艘解放军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47架解放军军机飞越所谓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到台湾西南空域。统计还显示，这47架军机包括12架次歼11战机、6架次苏30战机、1架次彩虹4无人机、6架次歼10战机、18架次歼16战机、1架次运8远距离支援干扰机、1架次运8反潜机、1架次空警500、1架次无人机无人机。据台媒报道，这创下了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规模第1高，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以及飞越所谓海峡中线军机数量第2多的纪录。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窜台后，解放军曾开展军事训练，曾于8月5号和8月7号分别派出68架和66架军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实际上，这只是近期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多次演训的其中一次。据台防务部门22号发布消息，他们在24小时内检测到解放军军机39架次、舰艇3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些飞机包括21架歼16战斗机、4架轰6轰炸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2架空警500预警机。解放军现在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尤其是在台岛附近进行各种各样的演练，常态化。这种演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为实战做准备。如果有一天，美国也好，域外势力再加之台湾台独分子非要把我们中国的领土从中国版图里分裂出去，那么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一切断然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要解决的话，就是一劳永逸的来解决。所以现在的练兵是在备战，备未来之战。岛内的分析认为，解放军的频繁演训是掌握了主动权的表现，这会让台湾甚至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监视，不仅无法进行自己的常规训练，还容易让军备陷入疲劳状态。解放军在台湾四周的军事的活动越频繁，负责作战第一线的海军跟空军，他们当然就是首当其冲了。所以这些飞行员每天就起起落落，这个对飞行员的体力跟精神耗费量是很大的。正常的演训科目都因为要不断的升空去监视，通常你很难做动作，因为你只能在旁边看着解放军。那解放军已经在做各种操作的动作的时候，你只能在旁边，跟课程的进度都会大大的受影响。那海军的船舰如果一直不停的在海上跟解放军的船舰进行监控警戒的话，那海军本身的这些船舰进入维修厂的时间就势必要缩短或减少。这个海军未来在海上抛锚故障的频率就会高，所以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大陆是以逸待劳，就是说我的军队都 OK 了，所以他不断的在演训的过程中，那美国就必须要不断的警戒，那所以美国就变成被动，那这样的话，中国的解放军就变成是按照自己的演练科目在进行，而美军就被迫只能够在旁边警戒。那你警戒的话，你的动作就没有了嘛。解放军这个架次也好，时间也好，当然会逐渐的有新的花样。但是用一句美国的术语，都还是在自由航行容许的范围这是第一个。竟然说美国的这些飞机这个船舰都可以自由航行，你现在要说解放军不能自由航行，这个也怪。不过，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依然极力鼓吹以武拒统。26号上午，他在参加台军晋升仪式活动时表示，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军事科技的进步，军队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构建坚强可视的防卫战力。他还妄称，越是做好准备，台湾就越强大，也会越安全。最后，蔡英文还不忘给台军打鸡血，称自己一定会和军队站在一起，持续充实防务。但台媒近日报道，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何景荣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爆料，他在2017年参加蔡英文办公室的活动，蔡英文当时参加完安全机构的会议赶来，不仅迟到，而且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刚才开会我都快睡着了，他们讲话好无聊。”岛内政论节目就讽刺，是不是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飞行的事报告到蔡英文那里去，蔡英文也已经无可奈何，只好打瞌睡了。